这是什么东西？是同背道。谭台镜已经将同背道开启了。是同背道？怎么会？快看，你看，天那边，那是什么呀？哎，你们说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啊。哎，你看，那是什么呀？糟了糟了，同背道开了！这可怎么办？同背道已开，赤霄宗的弟子们停止搜捕，与我速速回派，共筑防护结界，保存实力。走，速速回去，开启护宗大阵。是。道已开，这哪还有安全的地方？就是，倒是有地方可躲，其他人可怎么办呢？地明，住手！又是谁来送死？哼！地面已经完全被魔神控制了。为了催动同背道不顾一切，要先想办法唤醒地面才行。那个被魔神控制了，魔神消失了。魔界凡世，同背道居然已经开启了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。10000年了，终于轮到我了，我将成为新魔神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同背道的力量怎么会这么弱？10000年前魔神开启的同背道不是这样的。
道是怨气不够？怨气，我需要收集更多的悲苦怨恨。没有魔神与之相连，统北大果然无法发挥其最大力量。我明白了，原来这一切的起源就是这样。赵幽，以为你跑得掉吗？统北道一开，也没人能够将它关闭。等我收集到足够的怨憎，继续催动统北道，四州三界就要臣服在我脚下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素素，你来了，为父很高兴。我出生，养育我成人，教我知情明理，教我怜爱世人。他一颗心全系在我身上，拼死护住我的性命。我此生此世，只有这一个爹爹。
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只能送你彻底解脱了。你的悲苦怨憎，我会用来献祭屠悲道，这样你也算报答了为父的生育之恩。世界，众生如何待我？去变去搏，挣扎着不见胜负。负着三寸脆弱，凝视天下风魔。纵我一生。你身为魔胎，将邪骨拱手相让。在我杀了你之后，我就是唯一的魔神了。哼！受死吧！在没功夫生的时空，相爱的神魂第四也相拥。贪恋你眉间诸身上灵，手起铠甲一同坠落。若还能与你重来过，一如初见，如何在彼此更梦里，如长月照射？我不为这世界，众生如何待我？挣脱，挣脱，何以变成邪善恶？你也配用斩天剑？我的斩天剑！我的存在不会因荆棘而予以残破。不，我不能死，我还没有成为三界之主。你早该死了啊！爹爹，你可以令我救灭替您报仇了。无边颜色靠近，浓墨染过生命。无数风声低语，听不清却而未觉。你在做什么？流言聚散如明明已经死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失去的都已是曾经，暗夜蒙住眼睛。明天该往何处？对不起。一念之间，黄明黄暗变幻万千，回首间宿命上演，孑然一生没有
切切切，今生心结。素素，你快离开！韩丹心已经堕魔了，他杀了庄严师傅。曾经暗夜蒙住眼睛，天该往何处？不是你做的，对吗？你错了，是我做的。我本就是魔神李素素，你太蠢了。若不是你，我早就已经蜕变成魔；若不是赵幽，我早就已经回归魔域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是澹台烬，还是魔神？好啊，那我索性就将一切都说个明白。你我一切纠缠，都犹如此物。现在，你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，开心吗？
师父在这儿用逍遥剑意做了一个结界，只要师父还活着，这个结界就能保护你。他们还是认为是我盗走了邪骨吗？是的。那师父还愿意相信我？师父当然相信。如今世上无论谁觊觎邪骨，都不会是你。是地名，邪骨就在他那。九灭，答应师父，要好好的活下去。师父，师父，不要去。不要一个人去。记住师父的话，好好活着。师父，师父，你，九灭，师父的时间不多了。地面已经成为魔神，通北道已经开启了。等到着急充盈天地，三界就要生灵涂炭了。怎么会？为什么？凡阵法皆有生克，同北道不可能有始无终。同北道是可以被终结的，但只有魔神才能做到。魔神，魔神存，则同北道存；魔神灭，则同北道灭。九灭，你知道师父为什么要给你取这个名字吗？原来如此。朗朗乾坤，无上九天，就是九灭。原来那个时候，你就已经知道我是这世上最大的灾厄。但是九灭，你要知道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。你明知我就是魔胎，还是愿意给我重新选择的机会。九灭，扶我起来，我想再看一眼我们的逍遥宗。师父，师父，我是被同北道的气息所染，不管何种生灵，只要被同北道所染，意志稍有涣散，就必会坠魔。九灭，你再帮师父做件事情，杀了我，不要让师父变成一具魔尸。师父，您别说了，我带你回去医治。我们这就走。师父，九灭，快杀了我！师父，正灭，我快成魔了！九灭，利器可以杀人，亦能救人，端看用法之，心怀善念，还是恶念。我做不到啊，师父。九灭，快下手！我下不了手啊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！师父，不要逼我！我就气杀人，胆太监，动手啊！杀了我！杀了我！九灭，身为魔胎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每个人都该有选择的权利，但是同北道已开，除了魔神，三界之内
无人能够将它关闭。仙门弟子苍九民已无力拯救苍生，但魔神澹台烬可以。九民，同辈道与你与魔神连接在一起，三者同生同灭。为师知道这对你不公平，但这是扭转魔神灭世的唯一机会。师父，我明白了。既然这是唯一的路，那我便走下去，不管变成什么模样，我永远都是澹台烬，也是苍九秘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苍九民，你个畜生！不错，是我亲手了结了他。现在就是你我之间的较量。我会带走这一切。魔女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不明白？我本是妖魔，自会飞天遁地，来当魔域又有什么奇怪？不可能，怎么会呢？你怎么会是？宫野仙君，你听我讲个故事吧。500年前，女娲为了修复元神，被投入人间历劫，她成了一个国家大将军府的长女，名唤叶秉成。后来，她嫁给了与她两情相悦的宣城王萧凛。萧凛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叶秉成背叛了萧凛，还害死了他。可是萧凛却依然爱他，包容他，保护他，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叶秉成至死都悔恨极了，这份悔恨也同样被女娲深深刻在了心里。后来呢？后来女娲醒来，依然留恋人间的生活，所以回到人间，开了一间绣坊。可是命运弄人，然后他遇到一个和萧凛长得一模一样的傻子。决定骗这个傻子玩玩，对吗？我以为能在你身上弥补对萧凛的遗憾，可是宫野吉武，我要谢谢你，让我明白，萧凛再也回不来了。从前我最痛恨被人欺骗，可是刚才有一个瞬间，我宁愿你骗我，哪怕你骗我一辈子都可以。你为什么不继续骗我？宫野吉武，你同萧凛很像，很像。你和他一样，也是一个顶好的人。可惜，你终究不是他。
我已尝试了各种办法，统背道还是无法被关闭。如今统背道日益扩散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谭太监，你要快点想到破解之法才行。般若附生中，魔神便是依靠三魔气加持统背道，邪骨才能被抽出。如果我集齐三魔气，便能够效仿当初的情形，将邪骨抽出。若是一切顺利，我和那时的魔神一样，便可以被诛杀。既然统背道与我同生同灭，那么随着我的消亡，统背道也就可以被终结了。多谢魔神替死婴报了仇。夜冰长，原来如此。500年兜兜转转，到最后，果然没有人能够逃得过命运。原本我以为失去了萧离，失去了性命，却能多一个真正亲近我、爱我的妹妹，是上天对我的垂怜。没想到给我，原来是让我再次失去。你为何来见我？
再回一次的机会。以后我绝不会再沾染魔神的力量。为了你，我一定说到做到。唐太极，你在做什么？谭太极已经堕魔了，他杀了周游师伯。现在，你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。不管宿命如何，正邪是非，我可以自己选择。我绝不会成为魔神。只有真正除掉魔神，才可以让他们觉得安心。也只有这样，我才可以真正和你好好的走下去。
是同辈道的力量，邪恶。为什么还要回来？有意思，竟是他血里那一丝甜味。你是来杀我的吗？不。我是来听你告诉我，做这些事情的原因。当初你信誓旦旦跟我说你不会成为魔神，我深信不疑。可是现在为什么变成了这样？告诉我！因为我恨你。500年前，我娶你做我的妻子，愿意将这天下都与你分享。可你却在大婚之日背叛了我，想要害我性命。后来，我在幽冥川中寻了你整整500年，日复一日被侵蚀的体无完肤，痛彻百骸。而你呢？你却在长泽山天池水中做你的仙子，不问世事。最后，你只轻飘飘地说了一句：“你欺我、瞒我、伤我、杀我，都是为了天下苍生。”你以为我就可以原谅你了？你觉得这样公平吗？你不是说你想要逆转宿命，想要阻止魔神毁灭3界吗？看看眼前这一切，这些都是你的报应，也是叶惜雾的报应。你曾经说过，我生来就是魔神，在我心中，
澹台烬，他用过去镜来到你的身边，就是为了杀你。他来这里是想要救我的。你已是魔神，何用人救？杀了他，杀了他，你便不会再感受到任何痛苦。杀了他，动手啊！你还在犹豫什么？杀了他！杀了他！他都快死了，可你却还被吾困在这里，什么也做不了。澹台烬。自你出生至今，只要和你有关的人，都会变得不幸。他们都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吾有些记不清了。那个生你的夷越族女人，那个恨你入骨的父亲，伺候你的贱婢们。还有你那个朋友，当然了，还有那个教你那些无聊道理的白头发老头。吾觉得他是最有意思的。你知道他有意思在何处吗？吾觉得他那头驴最有意思，很想讨来骑一骑。他们都是蝼蚁，蝼蚁怎配与吾比肩？怎配令你高看一眼？他们的厄运都是注定的。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曾真心爱过你，只有苦厄才是你永恒的归宿。来吧，澹台烬，到吾这里来。你便可以统治一切。
你就是，这是你唯一的归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魔神是不是又变强了？是的吧？这威压，我已经挂撞诺气了。看来他快成为魔神了。来自声音的心跳，在漫长夜里冲破煎熬，挣破黑暗，拥抱腐朽，逆着所有星辰的辉光，怎么会这样？奋起一切去刺破阻挡。现在到我了。不可能，他们可是吾的心脏、吾的骨头和吾的眼睛，他们为何不听吾的召唤？经历了人神魔的3世，而你只固步自封在过去的夜莺里。这世间永远都只有一个魔神。现在，我才是魔神。太近了，你变成我变成你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你是唯一的魔神了。唯有真神能够消灭魔神，而真神，我的结发之妻是上神初皇，凤凰族最后一个神。凤凰族天生适合修行无情道，那是成为神的捷径。素素，无情道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这才是唯一的出路。昭告四周，3日后，吾将迎娶长泽山最为纯洁无瑕的玉灵仙子为妻。
告诉仙门各派，他们若想前来道贺，吾将打开魔域大门，让他们进来。恭喜魔神，贺喜魔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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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魔神！魔神要强娶小师妹，分明是在羞辱我衡阳宗，羞辱仙门。不过，届时魔域之门大开，我们刚好可以利用魔神的猖狂，联合众派之力将他诛杀。对，咱们不能看着玉灵仙子被如此欺辱。公园掌门，我们逍遥宗将全力支持你统合仙门各派。是啊，掌门师兄，仙门长老已尽数被害，唯有师兄能再将仙门一统。我们没有时间再犹豫下去了。如若错过了这次深入荒原诛魔的机会，以后就更没有转圜的可能了。距离谭太监强娶小师妹之期，仅有3日了。以我现在的力量，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继我，徐掌门临终前，希望你能够替他完成未竟之事，替仙门诛杀那魔胎，不要再让他伤害更多的人。师傅，这就是风妖崖。衡阳宗创派以来，师祖们便在此处布下阵法，效仿荒渊，封印炼化妖物。师傅，若是以彼之道还治其身，以此力量对抗邪恶，是否可行啊？妖魔之力毁人心智，切不可沾染。哪怕借此力量本意是对抗邪恶，可是走火入魔之后，会变得敌我不分。这样的话，反倒会被魔系蛊惑，成为妖魔的傀儡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谭太监，我与你不共戴天。就算死也要拉你一同坠入无间。
的妖魔成亲，是我永生永世的耻辱。我宁愿现在就死。我已是魔神，李素素，只要你的元神不灭，我便会与你一直纠缠下去。李素素，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。也罢，大婚在即，从今往后，你将再也没有你的自由。在此之前，你可还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？让我想一想。是不是这里？你为何带我来漠河？没什么。心念电转，便到这里来了。陪我坐会儿吧。你还记得桑角跟明夜吗？吾这几日常常在想，神魔大战恢宏无比，相较之下，他们二人曾经相爱这件事，何其渺小。若是没有般若复生，后世恐怕无人会记得这段被遗忘的记忆。那样痛彻骨髓的情感，如此轻易就被淹没在岁月之中。可见，情之一字，何其单薄，何其可笑。但是，我跟明夜不同，我将登临绝顶，你必须陪在我身边。别忘自己脸上贴金了。明夜是堂堂正正的上清神域战神，他虽曾有负桑酒，但他消弭了上古魔神，无愧于天地，也无愧于苍生。与他相比，你贪得无厌，视他人性命为蝼蚁。你这样的人，根本不配评价他们的感情。罢了，事到如今，吾再带你看一样东西。这里面是圣都的夜府。不错，500年了。如今圣都的旧址中，早已没有这样一座宅邸了。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吾的般若复生，是吾创造出来的结界，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。谭太监，如果你没有了丝毫留恋，下定决心要做你的魔神，你为何还要？吾只是觉得有趣罢了。你看，这漠河之水川流不息，好像一直在变化，又好像从未变过。我在想，当爱已消亡，恨已消亡，肉身消亡的那一天，要如何证明这些爱恨是真的存在过？我们之间的故事，将来也会为人知晓吗？
你已是天下无匹的魔神，又何惧消亡？吾自然不惧。吾只是好奇，若是有旁人成为了浮生中的你我，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对于500年前的叶希雾和谭台烬来说，魔神和李苏苏已然成了旁人。是吗？似乎也有道理。来吧，随吾一同去看看。小姐，你在这儿啊？叫我好找。春桃，小姐，这大冷天的，你穿的这样薄，要是被祖母知道了，定是要骂我的。这暖和给你暖暖手。二妹，大哥，你做什么去啊？嘘，这不约了崔13他们去打猎吗？嘿，若爹问起来，就说我去学历了啊。这节气兔子毛最软和了，到时候给你和祖母做个皮子手头，可暖和了。你去吧，千万小心。知道了。爹爹，青羽，好想法。那当然，你小子还嫩着呢，等你在战场上也能独当一面。姐，楠楠，爹爹，哎呦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祖母她，祖母都等了你多久了？所有人劝都没有用啊！你不回来，他就不吃饭。你知道饭菜都扔了多少遍了吗？你瞧瞧你。哎呦，楠楠，祖母，你看看你，饭也不多吃一口，穿的还是这么单薄。外头就要下雪了，还整日在外头吹风乱跑。哎呦，姑爷，你也真是的，就由着你的性子这么胡来，一年到头没一日消停。知道了，祖母，今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希雾的。这才像个样子。这可是我的宝贝女儿啊，我从小疼到大，你对她可要好好照顾，千万别让她吃一点苦啊。知道了，叶将军，我娶了希雾，今后一定会将她视若至宝，不会叫她受一日委屈。这才像话吧？哎，不是我，你说说你呀，整日这么虎着脸吓唬姑爷，逗他呢。你来，你们两个快进来吃饭。来，来，走，来吃饭。你究竟想要做什么？在这个夜府，没有邪蛊，没有魔神，我只是你的夫婿，你觉得如何？这便是你心中的般若浮生。怎么？你不喜欢吗？你是魔神，又怎会眷恋这世俗圆满？你并非吾，又怎会知道魔神喜欢怎样的浮生？这是那年除夕那些成色不好的爆竹。你知道吗？我曾对烟火许下过愿望，希望你不要变成魔神。可如今，我后悔爱过你，甚至后悔浪费了那张剑生符。剑生符？大过年的，值得浪费一张。是我太天真了，竟会相信顽石朽木也可以长出心来。
区区一道符咒而已，以无现在的力量，这世间有什么奇观美景是见不到的？叶希沃，啊，你每年除夕都这么开心吗？今年不大一样，不过也是开心的。你放心，以后有我在你身边，不会有人再敢欺负你。我们年年都可以如此开心。李素素，当年被欺门的人，分明是无你。你教无化健身符的时候，心里就很清楚。言出必行，我当然是来履行承诺的啦。我教你什么好呢？你那日在萧灵府上用的那种可以击退乌鸦的，那不行。你一个外行，万一不小心画坏了，把屋子炸了怎么办？无论怎么样，我都是画不出来的，不是吗？剑生符看见的是世间至纯至美之物。身心意谓之三家，三家相见者，单成也。虚其心，则神与性合；静其身，则精与情济；意大地，则三元混一。要心无恶念，才能成功。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困难，但我也是真的希望你可以成功。只为遇见你，一生遥望。好看吗？可惜，这世间的美景，就如这烟花一般绚丽短暂。别人婚礼过后，你会杀了我吗？那要看吴的心情。真的没有回头的可能了，是吗？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你叫吴如何回头？那么今夜，我该同你告别。数至故乡人，12年春已过。万事逐流去，也顺岁月桑丘，蹉跎。你有话要对我说。路比岁月长，心事更无。临走之前，我还有一样东西，你一直牵着我的。什么东西？以前我的那个等繁花灼眼。竟是梦中那一刻，长生长漂泊，负心负做客。年头年尾各自活，遍地又如何？春光又如何？纷纷求不得，所幸不过是寻常人间事，左手寻常歌。也只能懂得，永不会懂得，流离失所却不懂声色，所以多少人难淌欢声里，凝望着酒杯沉默。遍地又如何，春光又如何，纷
心不过是寻常人间事，左手寻常歌。我知道，接下来我要做的事，对你残忍至极。可是素素，你不要怪我。待这一切结束之后，至少还有灵珠中的浮生一梦，可以留给你，来做个纪念。天要亮了，还有时间做些无用的事。唐太监，别跑！你为何到这里来？你是来带我回魔域的吗？为何流泪？我只是突然想到，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到离开圣国，竟然都是冬天。这个回忆结界里也只有冬天，好可惜啊！玉灵仙子，没时间让你悲春伤秋了。走吧，大婚的时辰就快要到了。诸位，